希望。你说什么？我一直都想活得像他一样。皇后，你是一国之母，竟去羡慕一个无知的宫女，你是不是疯了？皇上，你还记得吗？我刚刚和你大婚之后，第一次去拜见孝敬献皇后的情景吗？那时候，现在的太后还是熹妃，六宫的大权全在孝敬献皇后一个人手上。免礼。弘历，这个福晋是你皇阿玛和皇额娘千挑万选为你选出来的，你还满意吗？皇额娘的恩典，儿臣铭记于心。你过来一下。这个簪子是额娘送你的见面礼，希望你以后能经常进宫里来，陪额娘说说话。谢皇额娘美意，儿臣记住了，日后一定会常常入宫。儿臣为皇额娘也准备了一份礼物，是一份青玉浩然阁挂屏，屏风当中的刺绣是儿臣自己绣的。弘历，你去皇阿玛那里吧，额娘有话要对你的福晋说。是。跪下。儿臣不知何处做错了，请皇额娘明示。回去将女则抄上100遍，你就知道你错在哪里了。孝敬献皇后素来慈和，她怎会罚你？因为臣妾比皇上多说了一句话。多说了一句话。是啊，身为人妻，应该少言慎言。丈夫说了一句，你却说2句，这就是错。朕不明白。臣妾记得，孝敬献皇后侧室诏文上曾称她玉质翠和，秉性柔顺，兰桂佩训，岛女使之归行。如此墨守成规、恪守女德的皇后，又怎么能允许宝亲王的父亲比宝亲王本人更能言善道，更自由散漫呢？荒谬！也许男人认为这是荒谬，可是对于女人来说，这就是德行。处处以丈夫为天，以丈夫为尊，以丈夫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。天下的妇人尚且如此，更何况是臣妾，一国之母，更不能半步踏错，否则整个紫禁城，不，
是整个大清都会像孝敬献皇后一样，都会只摘臣妾，不尽责，不称职。皇后，朕从无此意。你是天底下最好的皇后。可是皇上，臣妾已经不是最好的自己。自从嫁给你那日起，我就不再是富察容音，我整个人被紧紧地包裹着，迈出的每一步都要完美到不可挑剔。我要宽容、端庄、贤顺，这才是世人心中的皇后。不只是我，整个紫禁城都要恪守规矩，不能行差半步。可是璎珞不同，只有她不同。是她不守规矩，过分僭越。可是她在做她自己。魏璎珞就是魏璎珞，她是鲜活的，她是人性的，她在极力抗争，不像其他人，甘愿做一个任人摆布的木偶。皇上，臣妾就是当初没有坚守住，才成为今天的我。所以臣妾要保护璎珞，就像保护从前的我一样。皇上，你能明白吗？所以，你绝不会让朕伤害她。是，绝不。这是臣妾第一次违背皇上。臣妾恳求皇上，就让臣妾任性这一次吧。这是怎么了？朕今天突然觉得，好像从来没有认识过皇后。皇上，这辛者库……她不是天生反骨吗？就让她自生自灭吧。皇上，辛者库干的都是苦役。 璎珞姑娘怕是干不了吧？干不了，哼，干不了，自会哭着来求。只要她掉一滴眼泪，那就证明皇后所言只不过是抬举她了。回养心殿。这……
富察侍卫人呢？皇上请他出宫办事情了，如今不在宫里头。该在的时候不在，不需要他的烧到处乱晃。天下男人都是一样的没用。明玉姑娘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难道我说错了吗？现在璎珞被罚入新者库，那是人该有的待遇吗？我是怕他有去无回。若富察侍卫在的话，至少能替他求个情啊。魏璎珞出事了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？香囊里面绣着你的芳名啊！快把香囊还给我！哎呀，你先跟我说，魏璎珞到底怎么了？怎么会被罚入新者库呢？明玉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我的腰！哎呀，我都跟你说了，你骨头脆弱，不要乱动嘛。你是不是疯了？明玉姑娘，这姑娘也太凶了吧！吃辣椒长大的是吧？娘娘，您这画的好好的，怎么不要了？本宫左看右看，这兰花跟韭菜也差不多嘛。娘娘，梅兰竹菊，兰花可是雅花，怎么会像韭菜呢？还不如韭菜呢，韭菜还能下饭呢。可是纯妃娘娘最喜欢兰花，她说兰花是花中的君子。娘娘，是奴才说错什么了吗？哎呀，孔夫子说：“芝兰生于幽谷，不以无人而不芳。君子修道立德，不为穷困而改节。”他这是想夸赞兰花吗？不，他是在夸他自己。说那兰花倒也罢了，可是你说那竹子，光秃秃的有什么玩意儿？士大夫啊，抬举四君子，不过是想昭告天下，我品行高洁，我特立独行。说穿了，不还是沽名钓誉，待价而沽？说到这琴棋书画，本宫自幼受教，不比任何人差。但是本宫啊，就是喜欢唱戏。哼，那不是不能唱吗？不能唱，不能唱，不能唱，本宫也不会画这个鬼东西。娘娘。娘娘，贵妃娘娘，怎么了又？贵妃娘娘，嫔妾有个好消息。玉太妃被雷劈了吗？娘娘，这玉太妃大丧那是白事儿，喜从何来啊？这玉太妃一生吃斋念佛，最后却被一道天雷给劈了，这不是紫禁城最大的笑话吗？是。哎呀，不是玉太妃，难道还是长春宫啊？对呀，这魏璎珞惹怒皇后，被罚入新者库。唉，不过一个狗奴才，他值得上什么好消息？这没了恶犬看门，入长春宫不就如入无人之境了？这倒是要从长计议，小心行事，切莫显露了痕迹。娘娘放心，嫔妾明白。唉，这长春宫啊，终日守得密不透风，本宫都要长毛了。现在
这宫里可要热闹了。你以前是皇后身边的大宫女，走到哪儿，别人都要先敬你3分。入了新者库，你就要忘记你以前的身份。在这儿，你只是一个从事低贱苦差的罪人。新者库人各有分工，主要负责大内苦差，别人不愿意干的，你们都得干。鸡鸣起床，清扫公道；丑时进行3殿除草。从平淡到营业，承应各宫的繁重杂物。至于你，就先从最简单的做起。这是各宫的公桶，你负责把它清理干净。你是谁啊？哎，这位小哥，你是负责运送公桶的人吧？哎，这个人真奇怪。这点水够吗？行，那我等会儿再添。好看吗？好看。什么味儿啊？真是，去拿水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不是老熟人吗？哎，各位，你们认识他是谁吗？不认识。我来给你们介绍介绍啊。这位魏璎珞姑娘可是长春宫的皇后娘娘身边的大红人儿，这紫禁城里啊头号嚣张的人物呢。这怎么一转眼就落到咱们这儿来了呢？就是。哎，我说璎珞，别人都是越混越高，你怎么越混越回去了呀？这要换了我，不如找个地方一头撞死算了。就是啊，免得呀苟且偷生，惹人笑话。魏璎珞，你要干嘛？我告诉你啊，这儿都是新者库人，我比你有资历，我可不怕你。你这么害怕我，可见没有忘当初自己是怎么进来的。你说这我就生气，还不是你假装与侍卫有染，诱导我去告状。你没忘了就好，否则我还得再费心提醒你一回。魏璎珞，算了，以后有的是时间，就是有的是。哼，走吧。行了行了，我不跟他一般见识啊，睡觉。
你说他在干什么呢？那些都是冬日里歌功用盛的他，现在正是盛夏。你说他收集炭灰做什么呀？哎，我可提醒你们啊，这个人心眼多得很，你们最好离他远点，免得呀受牵连。严哥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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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不理我呀？严哥哥，袁哥哥，袁哥哥。哎呀，锦绣，又碰壁了呀！我都告诉你了，袁哥哥不会喜欢你，别白费心思了。不喜欢我，难道喜欢你啊？瞧你这副模样，咱们又不是瞎，谁不知道袁哥哥长得俊？可他比冰还冷。凡入心者库宫女，全都尸变了，全撞了南墙。你有什么特别的，要让人家另眼看待啊？我跟你们可不一样，我比你们年轻，比你们漂亮。笑笑笑，笑着你们大牙！心者库宫女们都说你从来不跟他们说话，你是哑巴吗？我忘了，哑巴是不能入宫的。你每天要运送粪车，我要涮公桶，怎么也算是同僚吧？怎么一句话都不跟我说？宫女们都说喜欢你，说你长得俊。我看也是。我入了紫禁城那么久，还没见过长得这么好看的太监。哎，你为什么打我？你以为我愿意跟你说话呀？每天干活那么累，别人也不搭理我。为了不让我自己发疯，我也只能和你说说话。不过，锦绣以前可是盯着富察侍卫跑的。富察侍卫，你知道是谁吗？那是皇后的亲弟弟，大内的御前侍卫。不过那个时候，锦绣也没有对着他死乞白赖的。说不准，锦绣是真心喜欢你的。你不去领饭，过了饭点儿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我替你拿了一个，好不容易才抢到的。这是娘娘，您忘了，这是您以前闺中常佩的玉珏，因不值什么钱，又是可留下的旧物，所以上回便没有变卖，反倒逃过了一劫呢。
快点替我梳妆，我要去寿康宫祭拜玉太妃。娘娘，这个万万不可！玉太妃是遭天谴，这是最忌讳不过的了。连太后要回来都被皇上一律劝阻，您去干什么呀？快点，别啰嗦。是。和亲王，请节哀顺变。偌大的紫禁城，满宫的嫔妃，个个都说我母亲遭到天谴，必是无德之人，唯恐避之不及。你为何要来？夏日紫禁城遭到雷击，大殿烧毁也是平常事，这些是不幸的意外。再说，死者为大，尊重逝者是应有的礼数。我只是来敬炷香，尽点心意罢了。王爷，当心身子。没事。王爷守着寿康宫数日，谁劝都不肯离开。您还在病中，那又何苦呢？世人都说我荒唐，连跟我说句话都嫌恶不已。贤妃娘娘，您还是离开这里吧，免得惹人非议。王爷失去至亲，臣妾感同身受，请王爷保重身体。这不是为了你自己，而是为了玉太妃。她爱子心切，只您毫不希冀，又如何瞑目呢？贤妃，王爷，什么事？多谢。小少爷，来块呗。喂，抓小偷！王爷，进去吧。娘娘，您到底为什么要去寿康宫啊？早年我救过一个人，并平安送他回家，但日子太久远，我自己都不记得了，他也一定忘了，所以我得想个办法，提醒提醒他。贤妃，王爷，什么事？多谢。奴才只知道和亲王荒唐可笑，不值得亲近。有皇上珠玉在前，弘昼只能荒唐，越荒唐越好。娘娘，奴才越发听不明白了。主子，纯妃娘娘来了，已经等了半个多时辰了。嗯。
四哥，红州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红州，兄弟比武点到为止，谁让你如此放肆伤害了四阿哥的？额娘，儿子不是故意的。刀剑无眼，武弟并非有意，于母妃不必顾虑。那是四阿哥宽宏大量，不与他计较。今后我一定严加看管，不会让他再冒犯你了。四阿哥，先去包扎伤口吧。额娘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混账！额娘平时怎么跟你说的？弘历是你皇阿玛的心头肉，将来是你皇阿玛属意让他继承大统的。你今日之举会害死我们母子的，你知道吗？额娘平时怎么跟你说的？你都忘了？你都抛之脑后了吗？啊！都是皇阿玛的亲生儿子，都是大清的阿哥，凭什么我要处处退让？凭什么？红州，额娘知道你文采武功样样出众，可是你不是皇上主意的皇子，你再这样掐劲儿要强，你只会活得更痛苦。额娘不求你显大，额娘只求你活着。额娘想保护你，你知道吗？红州，额娘求你了，放弃吧。这是我的东西，凭什么让我放弃？额娘。娴妃姐姐，听说嘉嫔的亲妹妹就要入宫了，姐姐可千万要当心呢。当心什么？她一入宫，必定要处心积虑夺回永城，毕竟她是为此事而来的。只要永城过得好，由谁来照顾，又有什么关系？话虽如此，姐姐总要替自己做打算啊。说句不中听的话，姐姐入宫多年，却无所出，若无子嗣傍身，将来可怎么办？你瞧郭太妃和玉太妃，虽说都是先帝的妃嫔，一个凄凄惨惨，一个虽遭天谴，但终究有儿子替她送终，到底是不一样。妹妹，你就知道为我打算，那你怎么不趁着自己年轻，也为自己打算一番呢？我一生追随皇后，皇后娘娘的儿子，我会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来照料。只盼将来，有一天我走了，能有人感念我的一片真心，替我送上一炷清香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妹妹对皇后一片忠诚，实在令人感佩呀。忠诚，是忠诚。妹妹，我赢了。瞧我这一走神，竟是一子错，满盘皆落索。姐姐，好奇呀。璎珞，娘娘，这个茶，本宫很喜欢，味道酸甜。你在里面放了什么？璎珞留给奴才一张单子，说娘娘如今身怀有孕，口味变了，让奴才不要用茶叶，在水里加些酸梅调味。娘娘，璎珞真的不能回来了吗？你不是一向不喜欢他吗？
他每日和奴才吵架，倒也怪热闹的，冷不丁一下走了，奴才不习惯。只是本宫不能让他再回来。不知道傅恒知道了会怎么样？如今宫中已经宵禁了，你不能去。我自不会让人发现。傅恒，我查清楚了，这是皇后娘娘的旨意，你不能够抗旨。傅恒，傅恒，固执。怎么洗好像都洗不干净似的。你怎么来了？跟我走。哎，干什么？傅恒，我要带你去见皇上，让他为我们赐婚。我不去。璎珞，我不想你留在这种地方。皇上早已经说过了，若我再靠近你半步，就要杀了我泄愤。你以为我会为了你不顾自己的性命吗？我不会让他伤害你。然后呢？你会触怒皇上，受到降罪。我可不想成为一个罪人之妻，一辈子都抬不起头。你总是用言语刺伤我，是想故意把我吓退，是不是？你说的每一句话，我都反复想了很久。你一向视皇后为恩人，不愿意毁了我的前程，更不愿意连累富察一家，所以你千方百计地躲着我，避开我。你的这种保护，本身就是一种伤害。难道我在你心里连承担的勇气都没有吗？少爷，你出身勋贵之家，文武双全，又是御前侍卫，前途不可限量。为了我，你不值得放弃。我不在乎什么前程富贵，你也不要在乎。那少爷的理想呢？我每次去侍卫处，看到少爷的桌上、床前摆满了满满的兵书。少爷想要上战场，想要建功立业，想名留千古，是不是？是。但那又怎么样？为了一个女人，你可能会触怒皇上，失去重用的机会。少爷难道想一辈子蹉跎岁月，碌碌无为吗？璎珞，我就只问你一句：你是个恩怨分明的人，是你接近在先，故意引诱。现在你说放弃就放弃，那你欠我的情，欠我的心，要怎么还给我？你还不起，是不是？那就用一生来还。你要我还你人情，是不是？我还给你。璎珞，你干什么？璎珞，你干嘛？你不是要我还你人情吗？我现在还给你。不，璎珞，你真什么都做得出来。你知道宫女失身是什么下场吗？
我宁愿死，也不欠别人的情。你真是我见过的心肠最狠的女人。或许你觉得我现在浑身怪味儿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就真以为我是君子，对你束手无策吗？我告诉你，君子也是男人。你错了。轻轻落在我掌心，静静在掌中结冰，相逢是前世注定，痛并把快乐尝尽。明明话那么安心，假装那只是定理，逻辑也不能相信。此生如纸般薄命，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，闭着眼睛幻想它不会停。你没办法靠近，绝不是太薄情，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。我慢慢地品雪落下的声音，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，漫天的雪无情，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？